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剑哥。那恩杰的 H1是大概半年前出的一个 ITX 机箱，那它虽然自带了个140水冷和一个650瓦电源，那又是机箱大厂恩杰出品，但是呢22799的价格确实有些贵了，而且当时的宣传图呢，总能感觉啊，这个机箱跟那个追风者217是差不多大小。217基本算是体积又大、散热又差的 ITX 代表啊，当然后来又来了一个华硕 Z11。甚至在我没有拆包装的时候嘛，我总觉得这个机箱应该跟那个空气净化器那么大啊。不过一打开机箱，这个体积呢比我想的要小很多，它只有13升，还是蛮有意思的。这里就要批评一下恩杰的这个设计了。那你们这个宣传图上的这个都没个参考物，光秃秃的一个机箱就显得产品很大。你就请个小姐姐来做个参考，不就好了吗？又养眼又能直观的展现尺寸。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2799的 ITX 机箱如何吧。先算一笔精细账，那一个140水冷那就按800算，一个650瓦的 SFX 的话也按800算。2799去掉这两个部分的话，那一个裸机箱它也要1100了，确实不便宜。那恩杰 H710这种我觉得做工好、设计也好的大机箱的话，也就900块钱。那1100块钱都能买个2个半最近很火的那个酷冷的 NR200的 ITX 机箱了。但 H1的话是有它的优势的，13升的体积相比 NR200的话小了快7升。而且这种竖直的设计呢，它的占地空间会小了很多，那感觉和新的 Xbox 很像另外，索尼的 PS5 也从平躺改成了竖直设计，这是今年的潮流吗？那是不是路由器也要跟进一下呢？而且这个机箱是3面开孔的设计，它散热就不会差，所以说贵归贵，但是呢也是有一些特色。而且再怎么说呢，1100块的裸机箱，再怎么也比2000块的 Z11要便宜吧。不过这里又不得不说一个 ROG 机箱的笑话，它 ATX 的太阳神机箱和 ROG 自家大部分的主板以及雷神电源都是存在兼容问题的，但是呢，它的 ITX 的 Z11 机箱40升的体积，而且还男装的一笔，支持 ATX 电源，却不支持280的水冷，因为为啥？因为华硕没有 SATA 的电源和280水冷。甚至显卡线长也只兼容 ROG 的显卡的长度，它有没有管到别的3风扇的显卡 ？ROG它 ATX 的机箱兼容不了自家的产品 ，ITX 的机箱兼容性只能兼容自家的产品，厉害的，这种就是 ITX 的反面典型扯多了，我们还是回来看一看，那这个2799元预装好水冷和电源的 H1 机箱，那它装起来怎么样呢？13升的体积。难不难装？那它的散热到底好不好？因为是 ITX 的机箱呢，再加上它自带的电源是一个650瓦的，那看着像是那个海运的 SFX-L 的电源。散热是一个特制的一个140水冷，那厚度压的比较薄，那肯定的话就上不了什么10910K 和3080、3090这种电网和供暖的合作伙伴了。而且3080的话，说是最近被那些挖矿的盯上了。所以大家想6XXX去买到那种最盖的3080都很困难的于是我们就采用了 i7 10710KF 和技嘉的 Z490i 迷你1主板，那显卡的话是公版的2070秀光。有一说一Z490的 ITX 主板呢实在是太贵了，华硕、技嘉、微星的都是2000加，和 1070KF 的价格都差不多了。你如果拿去搭配1399元的 10600KF 太傲逼了。如果说你要退而求其次的话，我就只能用 i7 10710去搭配1000元出头的 B460i 主板了，内存 PU 的话就只能2933了。AMD 那边呢，X570和 B550的 ITX 主板价格也是飞起，新发布的5代锐龙基本都是那种很贵的型号，最便宜的也要2000加。所以说 ITX 的可玩性呢，确实差了很多。下面我们进行实际的装机。那首先呢，先把这个玻璃侧板和另一边的网面板这个侧下来，然后把这一整块白色的顶盖从上面抽出来。那这个机箱就进入了这个4面通透的状态了。取出放在显卡位的这个料包，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看到，那只要说你这个显卡比这个盒子短，基本上都是能放进这个机箱的。那显卡的话是公版的2070秀光，有一说一这个 ITX 的显卡比这个盒子短，那显卡的话是公版的2070秀光，有一说一这个
那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水泵被集成在了冷排内，那减少冷头的高度。那卸下了固定冷排的这2个螺丝，把冷排装到外面。那个冷排风扇是自带网格的，那防止内部的线材呢打到风扇。那取出来固定冷头的这个泡沫板。那从这个调料包里面找到冷头的扣具，安装在主板的背部，确保主板上是没有其他需要安装部件之后呢，再从侧面安装进机箱，拧上冷头，那插好各种供电线和数据线。H1 的前面板跳线做成了一体的形式，那非常好评。当然，它也附赠了一根拆分式的转接线来适配特殊的主板。那主板安装完毕以后，盖上水冷排，那它也很细心的提醒了一下，对吧？保证线材不会遮挡之后再盖冷排。那切勿大力出奇迹。2个螺丝固定，这边呢有一点要注意，内存呢不能用那种高度太高的，就比如像海盗船铂金统治的这种的话，就会和冷排冲突。我们使用的知奇皇家级的话，离风扇的话也就2-3毫米的距离了。机箱顶部还是有2个免工具安装的2.5寸硬盘位，那直接把硬盘滑入支架即可了。然后安装显卡，显卡的安装的话可以说是十分简单了。那垂直布局的话也不用担心显卡会弯曲。那最后的话依次插回顶盖，盖上侧板，那就大功告成了。这么看，这个18厘米见方的占地面积，还是挺小巧的。那装好机子，我们不免要烤个机。那双烤的时候 ，CPU 的温度为90度，那可见140的冷排想要压制这颗1070K 的话，还是有一些压力的。不过日常使用中的话，也几乎不会有烤机这个强度，玩游戏的压力就更低了。显卡的温度为80度，那毕竟公版卡能散热的话，确实没有这么出色。换成了3分扇的硬重2070 Super 冰龙超级版 Ultra 之后呢，温度就降到了70度。非公卡的话，应该更接近大部分玩家的使用情况。这张卡的3维尺寸是302×140×60毫米，长宽高基本都到了这个机箱能兼容的极限了。那显卡位置塞得满满当当的，所以说只要你的显卡的话比这张卡小，基本上都是能放进去的。那这种显卡转接的设计呢，不可避免会导致显卡的背面和主板的背面面对面，导致显卡背面的这个散热空间有限。那主板背面的 M.2 上的话，基本也上不了什么发热太尬的固态。虽然 H1 的设计呢不会像乔兹波 A4 那样让 CPU 跟 GPU 的散热互相影响温度，但是还是不建议上特别高端的显卡。所以你月底上市的3070的话，其实差不多也就到顶了。那可见 H1 的装机过程的话还是十分轻松的，预装的电源和水冷，那大部分的供电线都已经提前走好了些，所以安装的话非常简单，感觉比一般的一些大机箱都要方便了。非常适合有 IT 杀需要但是又担心自己装不好机的用户，有点那种装准系统的感觉了。机箱顶部搭配的开机键，这个开机键的手感还是不错的，很有按键的感觉。一个 USB Type A， 一个 USB Type C 接口和一个耳麦2合1接口，同时的话也附赠了一根这个接口的拆分线，非常替用户考虑。那这个机箱美中不足的是呢，确实279元的价格喷漆的话还是有一些小瑕疵的，一些细节部分的喷漆还是有待提高，以及散热这块呢，那毕竟是 IT 叉嘛，对吧？上不了特别高的显卡。2799的售价虽然高，但是能换来相对其他的 IT 叉机箱而言极为方便的安装过程和仅为18厘米见方的占地面积。你觉得这钱花的值吗？我想这可能还是和房价有关吧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台 NG H1 的机箱，那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一下。其实说实在的话，不考虑价格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台非常不错的机箱。旅馆观众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一个赞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K。那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，就比如说这台 NG H1 机箱的话，也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做商品潮玩客。这里是潮玩客，我是剑哥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